手放上去，凝神静气，把里面的气往石头里引。动作快点，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呢。往里引气是吧？废话，不引气怎么测灵根？难道靠你那把锄头测吗？相当于给聚灵灯充电，能亮一点，别太丢人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凡人就是凡人，连个屁都放不出来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长老，这不能赖我吧？这石头是不是过期了？我就用掰玉米的劲儿。这根本不是打碎，这是灵性被彻底吞噬的枯死。长老，事先说好啊，我没钱，这属于设备老化，是你们宗门的维护问题，不能讹诈消费者。肃静！此女无灵根，只是天生怪力，蛮力震碎。没灵根，那石头怎么碎的？那是天生怪力。此女肉身力量极大，又不懂控制力道，蛮力破坏了测灵石的结构支点，这就是个意外。原来是个蛮力女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什么绝世天才呢。毫无灵根，只有一身傻力气，这不就是个凡人武夫吗？我就说嘛，一个村姑怎么可能有什么天赋？原来是个只会干农活的莽妇。那长老，我这算通过了吗？虽然没有灵根，修不了大道，但念在你天生神力也是一种天赋，暂定为杂役级资质，准许参加第2关考核。谢谢长老。那是包吃住吗？第1关测灵结束，第2关生存试炼。这是宗门圈养的低阶秘境，里面放了大量饥饿的妖兽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里面生存3天，并尽全力猎杀妖兽，获取兽核。记住，先路争锋，生死自负。现在入门，传送阵全功率开启，所有人10息之内入阵，过时不候。切掉了，别扯我裤腰带！大黄抓紧了，以后要是走散了，记得进去闻着味找我，别被人骗去炖了。鸡还在，狗还在，筐也没坏。哎，这不是紫雪草吗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要是挖回去，够大黄吃好几顿的。大黄，警戒，别让别人抢了咱们的猪草。叶片这么薄，一看就是缺水。这土也不行，太硬，回头得施点肥。哟，这野狗个头不小啊，皮毛看着挺厚实，正好入冬了，缺个褥子。大黄，你看这玩意儿能不能抓回去给你当个伴儿？看家护院应该够用了。这种垃圾也配？这么怂，带回去若是遇上偷鸡贼，指不定谁保护谁呢。而且这肉看着全是腱子，肯定柴得很，塞牙。大黄，你吃不吃？你也看不上，滚吧滚吧，别在这碍事，我还得挖野菜呢。这地里的野菜这么多，要是挖不完，烂在地里就可惜了。这儿还有一丛红菇，看着颜色挺鲜艳，不知道有没有毒。不管了，先挖了再说，回去让四师兄看看能不能炖汤。这根烂木头怎么还发光？难道里面长虫了？正好劈开给小红找零食，差不多了。这趟进城也不算亏，光是这筐野菜拿去集市上，应该也能换几个铜板买烧饼吃。救命！这是2阶妖兽，快跑！至于吗？不就是抓个野味挖点野菜吗？怎么叫得跟杀猪似的？难道城里人体质真的这么差，连只野狗都打不过？算了，不管闲事，咱还得找个地方生火做饭呢。小红都饿到啄我脚后跟了。不错，这个穿白衣的小子剑法凌厉，面对疾风暴竟然能坚持3招不败，是个苗子。那个用符箓的女娃也可以，懂得利用地形。哎，这是哪个角落的画面？这是刚才那个杂役资质的村姑。完了，这女娃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，走到这种绝地还敢这么散漫，怕是要第一时间被淘汰出局。可惜了，虽然资质差，但那把利器若是去挖矿，倒也是把好手。
怎么感觉刚才挂到了什么东西，黏糊糊的？咦，这树上的蜘蛛网挺结实啊，能不能弄点回去给二师姐织布？这是运气。这次是运气，未免也好得过头了。城主，他的皮太厚了，我的飞剑根本刺不进去。师兄，哟，这林子里伙食不错啊，还有野猪。快跑！那是2阶巅峰的铁皮猪，别靠近！小心！跑这么快干什么？这一身肉要是撞淤血了，就不好吃了。这猪长得挺壮实，就是毛太硬，回头得用开水多烫烫。这猪刚才没撞坏你们吧？城里路滑，走路得看点儿。这猪我就带走了啊，我看你们也不像要吃的样子。是，刚才差点被吃了。走了，大黄，今晚有红烧肉吃。小红你也别睡了，帮忙盯着点儿，别让这猪半路醒了乱动。师兄，那是哪个凤的真传师姐吗？那是体修吧？肯定是专修肉身的体修吧？体修也没见过拿锄头当兵器的呀，而且他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，刚才那一敲好像纯粹就是劲儿大。这块红色的区域画了个骷髅头，写着极度危险。按照老家的规矩，越危险的地方野味越肥。小红，你说那玩意儿要是抓回来，能跟你配个对不？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整天就知道吃，也不下个蛋。听说那大鸟还会喷火，要是能抓来给我看灶台，以后煮饭都不用劈柴了。好，不配，抓来当个烧火工总行了吧？走，去中心区看看，这味道好像是紫叶的味道。果然是紫叶子，我就说这城里人肯定也养猪，不然种这么多草干什么？大黄，看来我们刚才运气不错，这下好了，腐蚀有了。这土板结了，得松松。这种猪草最吃肥力，回头得弄点草木灰撒进去，不然明年长不出来。咦，哪儿来的长虫？哎呀，小红，你这嘴也太快了！这蛇看着有点瘦啊，都没几两肉，估计也是来偷吃猪草的。算了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正好回去炖个蛇羹，给你补补身子，看能不能早点下蛋。丰收啊！城里人虽然怪了点儿，不过地里的产出真不错。这趟门票钱算是没白花，这就满了。早知道换个大点的筐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吃饭。反正筐也装不下了，不如就在这儿把午饭解决了，腾点空间出来。正好有香料，大黄去捡点干柴回来，咱们做个叫花鸡吃。这鸡长得花里胡哨的，希望能比家里养的好吃点。他全拔了，连根都没有留。紫云花可是明年宗门炼丹任务的指标啊！师叔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去阻止他？阻止？怎么阻止？你没看到那条蛇是怎么没的吗？你去还是我去？不管了，其实这也不是我的药源，那是丹顶阁的地盘。这女娃子有点邪门。这肉看着有点柴，全是腱子肉，一看就是平时飞太多了。多放点紫叶子，去腥，还能提鲜。行了，别摇了，灰都进锅了。大黄，点火。哎，过分了！你是想把鸡烧成灰吗？小火慢炖，懂不懂？把你那嗓子眼收一收。
好香啊！看来这紫叶子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下次得多弄点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！可是，就一口。好了，开饭。急什么？烫死你！这只先给我尝尝咸淡。那个，作为监考官，我有权检查考生的作案工具。检查工具需要连骨头都嚼碎了吗？坐下，那是考官，咬死了要赔钱的。这就吃撑啦。别随地吐气，不卫生。那个，这位弟子，刚才本执事是在检验你的试炼成果。检验结果怎么样？熟了吗？熟了，不是，这不是重点。这五彩锦鸡是本次试炼的压轴考题之一，按规矩你要把它带出秘境才算得分。现在鸡没了，进了考官肚子算不算带出秘境？毕竟你也得出去不是？算你通过，但这事儿我是说检验过程不必向外人道也，懂我意思吗？那我的分满分，这只鸡算你满分补货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晃悠，一会儿巡查长老来了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指示。快走快走，记得把火灭了，别留下痕迹。大黄，干活了。对了，执事，下次想吃记得给钱，我这是小本生意。这哪里是招了个弟子，这分明是招了个土匪进村啊！楚师兄威武，竟然斩杀了疾风狼，这次榜首非楚师兄莫属了。不错，炼气8重能斩杀2阶妖兽，此子可期。怎么回事？这榜要炸了！大黄别偷懒，使劲往外蹬。起！哎，这也太沉了，下次得带个板车进去。长老，交卷，您看这些放哪儿？别跟那狼头放一块，怪血腥的，吓坏了我的猪。这是铁皮猪，活的。还有那只刺猬，那是3阶的千尊兽啊！它的刺呢？怎么秃了？你看那个筐，那是紫云花吗？怎么像猪草一样捆着？胡闹！这里是宗门试炼，神圣庄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把这里当成菜市场了吗？不是说生存试炼吗？我在村里就这么生存的啊！看到猪就抓，看到草就割。难道城里的规矩不一样？抓到了还得放回去？事先说好啊！这些是我凭本事抓的，算是私产。要是宗门不收，我就带回去自己养。自己养？那是妖兽，不是家猪。谁家养妖兽是用麻绳捆着嘴拖回家的？长老，弟子怀疑他作弊。妖兽都性情暴躁，怎么可能这么乖顺的被捆着？他一定是用什么违禁药物迷晕了妖兽，或者这根本就是他带进去的家畜。你说这是家畜？去，给这位眼神不好的师兄展示一下野性。回来。乖，还没到饭点，别闹。现在信了吗？这真的是野生的，劲儿可大了。行了，试炼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既然带出来了，就算成绩。但这外门广场乃是清净之地，不是屠宰场。赶紧把你这些牲口给我拖走，立刻，马上！往年带个耳朵尾巴就算顶尖，这小村妹简直是把秘境搬空了。本次外门试炼积分榜首江诺，总分1280。什么？接下来各封选徒，剑锋只收剑修胚子，此女无灵根，且一身泥腥气，连剑都拿不稳，我们要了何用？去砍柴吗？砍柴我熟练，只要管饭砍多少都行。对了，你们那剑结实吗？能换个锄头吗？荒谬！下一位。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把紫云花当猪草捆，把半生藤当绳子用，这种不懂怜香惜的粗人，进了我不死峰也是炸炉的货！不要！坚决不要！那草长得太快，我不捆紧点，它们自己会跑啊！你听听，这叫人话吗？师叔，这小村姑不过是运气好，捡了些受伤的妖兽。若是让她进了御兽峰，传出去说我们靠喂猪食驯兽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御兽峰只收有灵石天赋的弟子，此女手段粗鄙，不合我峰道统。都不管饭啊？那这第一名有什么用？能不能折成银子呀？或者给一块地也行啊？哼，有些第一不过是个笑话。没有灵根，这修真界就没有你的位置。还是带着你的猪
回乡下种地去。既然各峰都无意接收，江诺，你就去那里吧。有味儿，那是煞气腐蚀万物的味道，只要吸入一点就会坏了根基。你还是求求长老，哪怕去做个扫地杂债，也别去那儿啊！煞气，这不是肥力发酵过头的味道吗？啊！长老，那个山头全是我的。对对对，整个杂役峰除了峰主居住的院落，其他地方随你处置。无论是种地还是干别的，没人管你。管住吗？那里有现成的屋舍，虽说破了点儿，但遮风挡雨没问题。那管饭吗？杂役峰自负盈亏，宗门虽然每月会拨一点物资，但能不能送到，或者送到了能不能吃，那就看造化了。不过那山上野物倒是不少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也饿不死。行，我去。大黄、小红，走了，咱们有新家啦！无知者无畏啊！希望这丫头命硬点儿，别真成了那座山的肥料。居然还真敢去！去给杂役峰那边稍微透个气，就说咱们这位试炼第一的新人脾气大得很，未必会把那位疯婆子峰主放在眼里。师兄放心，那位峰主最恨有人在他地盘上撒野。这小村姑进了杂役峰，不需要我们动手，光是那满山的煞气和那位疯子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大黄，你觉不觉得这地方有点像咱村后面那个乱葬岗？也是，村长爷爷说了，外面的世界都很穷，肯定养不起那么多鬼。到了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荒山变不了宝。少吃点零食，待会儿还要吃饭。有人吗？这风挺凉快的，就是灰大了点儿。你是新来的杂役？是，弟子江诺刚分过来的。既然认了门，那就滚吧。这地方不是人住的。长老说这山头归我了。归你？你知道这地底下埋着什么吗？你知道晚上这儿会有什么动静吗？小丫头，趁着还没死，赶紧下山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我不下山，我要种地。别碰我，我不收徒弟，也不养闲人。这峰上没饭吃，没月钱，连水都要去30里外的寒潭挑。宗门那帮老东西早就断了这里的供给。没饭吃，无财不查之。明白了吗？在这儿你会饿死。你想住？行啊，只要你能忍受半夜被冻醒、被饿醒，或者被地底下的东西吓死。没钱就赚，没饭就种，房子破了就修。师傅，你要是累了就歇着。我看这院子地太硬也不平整，走路容易绊脚。你想干什么？既然要住人，那就得先大扫除。这地太脏了，我给它松松土。这土有点紧啊！耶，果然还得是这种老锄头顺手。这土得晒晒，太潮了。这院子多久没扫了？全是灰。这分明是在用纯粹肉身强行修改天地规则。那锄头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唉，这活儿还挺解压。师傅，地扫干净了。就是这土质看起来有点缺肥，回头我弄点肥料养养。对了，师傅，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要我滚？我是说，既然地都翻了，那就别滚了。把地弄脏了还要我收拾？好嘞，师傅，您放心，我干活麻利，保准把这山头收拾得跟花果山似的。那师傅，我住哪儿？那间原来是关灵兽的，空了几百年了。你自己收拾。挺好，通透，而且这地基打得深，稳当。旁边这棚子稍微修修，大黄和小红也能住。跟着这人形怪物，住猪圈也比在外面被天道惦记强。
师傅，您饿不饿？我抓了不少野鸡野兔，晚上烤着吃。败家子，不吃，早就地谷了，谁还吃那些五谷杂粮？哦，师傅您说，既然留下了，有些规矩得跟你说清楚。第一，杂役峰是宗门弃地，没有资源配额，也就是说这里不发月钱，没有丹药，也没有零食补贴。没工资吗？自己挑。宗门食堂在30里外的主峰，杂役弟子去吃要给钱，我也没钱给你。第二，杂役峰没有护山大阵，这里曾经死了很多人，半夜要是听到什么动静，或者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别大惊小怪，也别指望我救你。没事，我不怕鬼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没事别去外面惹事，要是惹了麻烦，别说是我徒弟，我这人怕麻烦，你要是被人打死了，我就直接把你埋在后山当肥料。师傅放心，我很老实的，我这人从来不惹事，别人不惹我，我肯定不动手。行了，早点睡吧。大黄，咱们好像摊上个穷亲戚。师傅说没饭吃也没钱，咱们要是想把这地种起来，得买种子，得买肥料，还得买些农具，这锄头都有点卷刃了。既然是城里，应该有人收山货吧？明天咱们去赶个集，把这堆土特产卖了，应该能换几顿饱饭钱。人已入局，暂且安分。算了，反正也是个没人要的傻子，又能翻起多大浪呢？新鲜出炉的回气丹，下品零食2块1瓶。护身符挡灾避祸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收购2阶妖兽皮毛，高价回收。卖菜啦！自家种的野仓抓的野味，便宜卖啦！小姑娘，你这卖的什么啊？看着跟杂草似的。大哥，你识货，这是正经的山野菜，生吃清脆，煮汤鲜美，大补。还大补？这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，凡俗之物吧？等等，这纹路，这气息。大爷，您看来点儿，这萝卜不，这野菜刚出土的，新鲜着呢。您给个实诚价，2块那个亮石头我就卖。2块零食，你管这叫野菜？唉，大爷，您这也太不识时了，怎么拿废石头糊弄人呢？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城里人真穷，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拿不出来，还想买我的好东西？算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下品零食，硬通货，你个败家子儿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房子是纸糊的吗？笑什么笑？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。正好筐里还有几根之前在林子里捡的烂木头，本来打算当柴烧的，现在拿来做个门框应该够硬，有点长了。大黄，往后退，别绷着你。难道是传说中3000年一开花的悟道茶树？住手！别动那块木头，那是……你是谁啊？碰瓷的，我可没钱啊，这可是你自己摔的。啊，师妹，你把这木头劈了？是啊，这烂木头太硬了，刚才震得我手麻。本来想做个门框，现在看来只能劈成板子补墙了。这斧头……哦，这是我家传的，虽然看着锄地挺使的，哪怕是石头地，一锄头下去也跟切菜似的。难道师妹是个深藏不露的炼气宗师？师妹且慢，这活太粗重了，放着我来。我是个木匠，这修门补墙的事儿让我来。你不用钱吧？不用，免费倒贴，只要剩下的这些废料归我就行。这城里人真奇怪，有的花钱买野菜，有的抢着要木头渣子。看来这杂役峰不仅穷，师兄们的脑子可能也不太好使。行吧，那你修吧，要是修得好，这一整根烂木头剩下的边角料都给你。多谢师妹，师妹大义。这房子要是修好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一顿正经饭。真的随便我怎么修？只要别收钱，随便折腾。不过我也不是没要求，这是我以前画的图纸，你就照着这个大概模样弄。妙啊，太妙了！这里留出的空隙，看似是窗户，实则是生门与死门的转换点。
这里的凸起看似是烟囱，实则是用来汇聚天地煞气的阵眼。师妹，这就是你要建的房子？是啊，这本来是我给家里那群不听话的小崽子们画的窝，必须要结实，通风要好，还得防着黄鼠狼偷袭。你看能不能做？能做，必须能做。哇，这全自动施工队啊！这木匠活做得够专业的。献丑了，天机百炼，起！哎，那个门槛弄高点儿，省得以后下雨倒灌。还有窗户，别弄得花里胡哨的，结实就行。明白，防御等级拉满。呼，师妹，幸不辱命，您验收一下。看着倒是不漏风了。我去，这也太智能了吧！声控的。这是为了方便生活，这里面所有的家具都能变形。遇到想拆家的黄鼠狼，这张凳子能瞬间变成一具战斗傀儡，拥有筑基巅峰的战力。行啊，三师兄，手艺不错。没想到咱们杂役峰还有这等人才，就冲这把会自动接屁股的椅子，我也得给你个好评。对了，这窗户怎么有点打不开？那是为了安全，要按照特定的节奏敲击3下才能开，防止外面的东西随便进来。有点麻烦，不过防盗意识挺强，就这样吧。这料子确实不错，站在门口都觉得脑子清醒了不少。三师兄，剩下的那些木头渣子你都拿走吧，回头帮我再打个洗脚盆。用悟道木做洗脚盆，那洗出来的脚是不是能直接踏碎虚空？师妹，这怎么不够？要不我那一笼野菜你再挑2根走。够了，足够了，光这些木屑就能炼3具地阶傀儡，只要师妹高兴，做马桶都行。那个师妹要是饿了，其实正好，这个点儿大师兄应该在膳堂备菜了。大师兄？对，大师兄陆文慈，他是咱们峰唯一的厨修，虽然脾气有点怪，但他做的饭真的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。肉质松散，毫无弹性，里面的灵气驳杂的像阴沟水。这种垃圾也配进我的锅？这气氛像在给尸体做解剖。哪儿来的野狗，竟敢吞我的火！师兄，别冲动，这是家养的野狗，它不懂事，它就是饿极了，别杀狗啊！饿极了，吞了我的本命火种，它确实不饿了。正好我的锅空着，既然火没了，那就用它的血来祭灶。别叫！不想变狗肉火锅就闭嘴！师兄，我赔你还不成吗？我是新来的江诺，这是家里带来的土特产，赔你的火。赔？你拿什么赔？那可是紫极灵火，把你们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师兄，那个要是嫌少的话，我筐里还有。这野菜味道有点苦，大黄都不爱吃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全给你留下，就当是大黄的买命钱了，行不？你管这叫野菜？是啊，山里到处都是。师兄，这把菜够赔那个火吗？不够的话，筐里还有几根萝卜，不过那个更难吃，那是喂猪的。够，太够了！这种等级的灵材必须用9转还灵切法，保留每一丝药性。火被狗吞了，凡火只会毁了神药。那个师兄，大黄好像有点消化不良。这哪里是野狗？这分明是个活体炼火炉啊！火有了，起锅。做个饭还要放烟花，成了。尝尝。淡了。什么？
没放盐，也没放猪油，这野菜本来就寡淡，要是切点腊肉进去爆炒，味道能好不少。这种清炒法，只有喂兔子才这么干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这是对食材的亵渎。师兄你也吃，别客气。既然火也还给你了，菜也给你炒了，那我们两清了。糟了，这味道太冲，别把狼招来了。快吃，销毁证据！醒啦，师兄，你身子骨也太虚了，看个做饭都能晕过去。别看了，菜是一根都没剩。我看你晕了，那块赤棕猪肉又切了一半放在案板上，怪浪费的，我就顺手给炖了。你怎么做的？就加水扔肉，然后放了点花椒大料。哦，我看那肉有点腥，又从筐里抓了一把干辣椒扔进去。我想着师兄你刚晕过，得补补。熟了。师姐，那是我的锅。败家太败家了！烈阳猪果做调料，赤棕猪肉用紫金天火余温慢炖，这一口汤的灵力浓度，市价至少50下品灵石。50灵石一口？不行，不能浪费，给我盛一碗，这都是钱啊，吃进肚子里就是赚的。都别抢，都有，排好队，把碗拿来。调味过重，肉有点老，下次记得多炖2刻钟。师傅，你醒啦？没醒，梦游呢。既然入了我杂役风，也就是自家人了，见面礼总得给一个。拿去卖废品，还是以后负责打酒？收着吧，师傅他很少送人东西。这瓶子虽破，但用来装水不漏。大黄，这地方虽然破点儿，但人还怪好的。既然吃了人家的饭，就得干活。那么多人要吃饭，光靠打猎可不行。明天开始种地，地不行就得养。大黄，去那边趴着，别崩一身泥。这就对了。嘿，滴血！不好，那是后山的煞气眼，一旦爆发，地皮就不值钱了。我的地皮！住手！小师妹，快住手！那是地煞，碰到会死人的。而且这地皮经不起你这么砸呀！师兄，你醒啦？没事的，这地确实有点板结，硬得很。我不砸碎一点，种子根本下不去。稀土？不对，这不是传说中的先天稀土，但已经有了稀土的3分神性，这是火土，大宗门太上长老都要跪着求够的泥巴呀！师兄，你干嘛呢？千万别动！这土虽然还需要再沤一沤肥，但勉强能用了。你别挡着，我还有一大片没翻呢。我是说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干？要是累坏了怎么办？我不累啊，这种地我熟，以前在村里我也经常这么干。你看这边的土已经松开了，那种黑烟也没了，这就叫深耕杀毒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小师妹，这地你打算种什么？哦，我也没什么好种子。这是我在老家路边收集的一些野菜种子，还有些是平日里吃的瓜果吐出来的籽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，反正混着种吧。小师妹，要不咱们还是规划一下间距？不用那么麻烦，长出来了谁强谁就活着呗。看好地，要是被鸟啄了，今晚没饭吃。这山里的湿气也太重了，照这么个炒法，过2天被褥都得发霉长蘑菇。回头得让四师兄买点生石灰撒撒，除湿。好浓郁的药香，比万年梧桐果还要香。醒啦，正好干活去。这种阴雨天最容易生虫子，赶紧去地里看看。要是菜叶子被虫吃了，今晚就不给你煮米糠了。坏了，劲儿使大了。
这也太能长了！我就说这地太肥，不该浇那么多水。长这么快，口感肯定老，全是纤维，猪都不一定爱吃。我就说有虫子吧，小红啄准点，别把菜叶子弄坏了。长得真磕碜，虽然有点畸形，但水分看着挺足。算了，凑合吃吧。回头切片炖个排骨汤，给大师兄补补。这野草长得也太快了，把菜都挤没了。拔了，等会儿带回去当柴火烧。这萝卜味儿也太熏人了，跟放了几天的烂红薯似的。不行，这味儿要是飘到前山去，又要被那些讲究的师兄师姐嫌弃。你闻到了吗？好香，我感觉我的平静松动了。什么香？别是昨晚没睡醒做梦？这股气息，这是异宝出世。这味道带着土腥气，却又清灵透顶，吸一口能引动丹田气旋自转。这是万年灵芝刚出土才有的先天宝器，而且不止一株，是一窝。发财了！卡了50年的瓶颈终于有望突破。至于杂役峰，那种垃圾地方住的都是凡人和废材，就算我当面拿走，谅他们也不敢放半个屁。这种级别的神物，居然被像垃圾一样扔在筐里。这就是新来的杂役江诺，纯粹是个凡人。哼，一个凡人居然守着这么一座金山银山，这就是原罪，全都要弄晕凡人，挖空宝藏，放火烧山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有一股鬼鬼祟祟的味道飘过来了？大黄。隐形的，看来这杂役峰风水确实好，连这种会变色隐形的幻影魔鼠都有。蝼蚁就是蝼蚁，死到临头都不知道，有了它，地位直逼内门长老，有望冲击元婴期。怎么可能？这里只有一个凡人。好大一只耗子，敢偷我的菜！跑这么快，刚才手感明明很扎实。像砸中一块硬邦邦的老树根，好像还闪了下金光。现在的害虫进化的有点离谱啊，不仅会隐身，还自带发光甲壳，差点就踩坏庄稼了。大黄，以后机灵点，别睡这么死，这种耗子最难抓了。你说是耗子，那就是耗子吧。啊，那是个人吧？看着有点像丹顶阁长老的服饰。别瞎说，丹顶阁长老怎么会被人像扔石头一样扔出来？有人亲眼看到，严长老浑身是血，从杂役峰飞出，砸进乱石堆，还在昏迷，连本命法宝都碎了。严海峰可是金丹初期，看来那个江诺果然有问题。哼，师兄，现在外门都在传杂役峰有护山凶兽。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？哼，避？为什么要避？严海峰那是蠢，竟然敢一个人偷偷摸摸进去，肯定是被阴了。既然有凶兽传闻，那正好。如果那是他养的，那就抢过来；如果是野生的，更要抓回来当镇山至宝。那个村姑不是仗着那只凶兽嚣张吗？那就让他看看。什么才是真正御兽手段？传令下去，把赤焰虎给我喂饱了。明天一早，我要带人去杂役峰拜访这位新邻居。
师兄，这都喊了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怕了呗。听说昨天严海峰那个蠢货被打飞了，估计这丫头以为躲在山上不出声就能蒙混过关。御兽门楚萧前来拜访。杂役峰的人若是还没死绝，就滚出来一个喘气的。怕了吧？晚了。这么多人都是来赶集的吗？谁是来赶集的？来的正好，我这一筐刚挖的大萝卜正愁没地方卖呢。我看你们带了这么多大猫小狗的，是不是也缺饲料？我这萝卜剥水分足，牲口最爱吃了。江诺，少给我装疯卖傻，我是来查案的。查案？查什么案？有人偷菜？偷你的头！昨天有人亲眼看到严长老在你这杂役峰重伤被扔出，有人举报你私藏凶兽，意图谋害宗门长辈。我作为拥有执法权的真传弟子，我有权对杂役峰进行搜查。凶兽？我家没养凶兽啊，我就养了一条狗，还有一只鸡在山上下蛋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就这就是你的灵宠？这玩意儿给我家疯狼塞牙缝都不够，我看这就是用来做肉火锅的吧。它叫大黄，很乖的，从来不咬人，你们别吓着它。吓着他？既然你不肯交出凶兽，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找了。赤焰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这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灵兽。赤焰，你怎么了？给我喷火啊！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回去扣你口粮。这猫嘴真臭，几天没刷牙了。赤焰，你疯了吗？给我起来，咬死他们呀！妖法，一定是妖法！畜生，给我起来！别打了，他都吓尿了，你还要打他，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好，很好。江诺、杂役峰，我记住了。一只土狗绝对不可能这么厉害，江诺一定是用了什么禁药，作弊是吧？既然你的狗能吓住几只家养的灵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面对真正的兽潮，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还有没有用？二师姐，师姐，这么巧啊，你也出来散步？正好。这是标记，免得衣服丢了找不回来。哦，就像给大黄戴项圈写名字一样。哎，师姐等等！楚师兄看来很困扰啊。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也讨厌那个杂役峰的小村妹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里可是御兽门重地，只要我想，这世上没几个地方进不来。楚师兄，你不想报仇吗？你有办法。这是狂暴引兽粉，这是我在万兽兽山脉深处采集的高阶诱饵改良而成的，只要撒一点点，就能让方圆百里的妖兽陷入疯狂，不顾一切地冲向气味源头。你想引发兽潮，这可是死罪。这东西无色无味，到时候妖兽暴动，所有人只会看到是杂役峰引来的兽潮。一个没有灵力的杂役弟子，导致宗门受袭，到时候都不用你动手，那个最讲规矩的沈副堂主就会亲自把他送上斩妖台。可是这东西真的查不到我头上。放心，这药粉挥发极快，1刻钟后就会彻底消失，连元婴老祖都查不出痕迹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只要楚师兄事成之后把那只土狗留给我就行，我对那只狗很有胃口。这药粉这么猛吗？江诺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三师弟，
不用数了，数量超过5000，2阶以上300，3阶0度，至少10头。空气里有劣质狂暴影兽粉的甜腥味，有人想凭血砸一封。大师兄呢？在磨刀。他说今晚的夜宵可能会比较多。大晚上的拆房子呢，动静这么大。小师妹回去，受潮是受潮，快躲进地窖。受潮？这么多野味，自己送上门啦。咱家的篱笆可挡不住这么多客，得赶紧把圈修一修。完蛋了，小师妹被吓疯了，被药物刺激的杀戮受潮，修什么圈？我去把她拉回来。师妹！急什么急？没看见还没开饭吗？敢动我杂役峰的人，死！师兄你轻点儿，这可是铁甲犀，皮要是砍烂了就不值钱了。我刚在城里问过价，一张完整的犀球皮能换2袋灵米呢。小师妹，这是受潮，它的皮很硬，不全力砍。不用砍，它已经停了。长得倒是挺结实，就是怎么这么脏？看看你把院子踩成什么样了，这地刚平整好。师兄，你把刀收一收，你看把他吓得肉都要变酸了。这不可能，引兽粉失效了，还是这头犀牛本来就是个软蛋？只有1头停下有什么用？后面还有几千头，我看你怎么让他们全都停下。那头带花纹的猪，那是五花肉啊！别踩，踩烂了口感就不好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动个屁！再去拿几个大盆来。看样子，小师妹又要搞批发了。傻狗快跑！这大猫疯了！别怕，我皮厚。滚下来！喵喵喵！啊，你不是来咬人的。我就说嘛，哪有动物不爱惜命的？看把你饿的，连火都喷不出来了，居然还要靠卖萌讨饭吃。刚才那一跳是饿晕了吧？我还以为你要吃我家狗呢。那是赤眼狮王啊！那是3阶巅峰只吃活人心肝的凶兽啊！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学猫叫，他在给人舔鞋。这狗也有问题，我就不信了！一只狮子你能忽悠，这一山坡的兽潮，我看你怎么忽悠！行了行了，都别挤，既然来了都是客，总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去。大师兄，别傻站着了，去帮我拿那个最大的木盆来。木盆？师妹，这可是兽潮，几千头妖兽，你打算给他们洗澡？盆呢？搞快点儿！价值连城的青灵草，瞬间在1层4变种，丹田发4。这就对了嘛，吃饭要讲规矩，慢点吃，别抢。那个长脚的说你呢，别挤人家兔子的位置。大黄，看着点儿。二师姐，我的机关还要开吗？省省吧，看来小师妹不仅能补衣服，还能补脑子。行了，吃饱喝足，该干活了。吃了我家的饭，就是我家的劳动力。看到那片荒地了吗？谁把地翻了？晚上加餐。大师兄，别看了，回去烧水吧，我想喝口热的。御兽门那群家伙还得天天给灵兽奏乐、喂丹药，结果人家一盆剩饭就搞定了。杂役峰同款饲料配方猜测，只要10块下品零食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他说那是他家的劳动力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联系戒具堂沈副长主，我要实名举报杂役峰江诺私通妖族，囤积兽兵，意图谋反。动作快点！那边的风狼，别偷懒！太棒了！以前机关动力不足，现在全是免费的生物引擎。
不错不错，看来只要管饭，妖兽比人听话多了。江诺，你饲养妖兽成群，囤积兵力，意欲何为？现在立刻束手就擒，随我去戒律堂受审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就是带几个同乡，哦不，带几头牲口搞农业生产，怎么就谋反了？还敢狡辩！灵兽管理条例，私人饲养灵兽不得超过3只，且必须领取灵兽意识证，违者视同私蓄兵力，按律当诛。你这数量，给他们配上甲胄，足够屠一座凡人城池了。证我有啊，进城的时候我就办了，花了80文呢。你在戏弄本座，拿这种凡俗废纸糊弄戒律堂，就算这2张算数，你这里起码有3000头，剩下的2998张证呢？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义工，不属于我的私有财产，为什么要我办证？荒谬！非法聚众，违规圈养，按宗规，无证饲养灵兽，每头罚款100下品灵石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。沈堂主，账不能这么算。首先，这些妖兽是自己跑进来的，属于不可抗力。其次，他们在这里吃饭，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，这是善举。不给颁发感动逍遥州奖状就算了，还要罚款，还有王法吗？胡言乱语！他们令行禁止，若无妖术控制，怎会如此听话？你说他们是自己来的？对，不信你问他们，有没有发工资？究竟是不可抗力，还是妖法邪术，一验便知。江诺，抬头。这玩意儿照一下，应该不收费吧？放心，不收钱，但这光照下去是要收命的。别慌，若金光变色，也就是认定小师妹为妖邪的那一刻，老二切断左侧执法弟子的契机，老四开阵门，我负责那个姓沈的脖子。这就是修仙界的 X 光。有点暖和。领导，我要转个圈吗？背面要不要也照一下？装模作样，定是用了什么高阶敛息法宝，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这瓦数太大了，费不费电啊？怎么回事？昊天镜在发抖！领导，你这镜子该不会是假的吧？质量好像不太行啊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给我开！这是哪里？眼睛，别看我，别看我，别我！反噬，这昊天镜分身质量这么差。坏了，这看起来像是碰瓷啊！啊，那个领导，我就说这镜子质量不行吧，刚才都听见响声了，还要硬开，这算是自然损耗吧？沈峰主说笑了，既然照妖镜未显妖邪，这位江诺弟子便不算勾结魔道。但是根据灵兽管理条例，杂役峰属生活区域，凡饲养灵兽者，需办证缴费过评估，单人不得超过3只。江诺，你这一眼望去不下3000只吧？这已经不是违规饲养，这是非法屯兵，严重扰乱宗门秩序。我有证啊，进城的时候我就办了，你看。那是入城证，就算证件齐全，超标也是事实。这么多妖兽，万一失控谁担责？按宗规，每头罚款100下品灵石，外加环境污染费、精神损失费。这是今天的罚单。30万，整整30万下品灵石，这还没完！沈之圭不仅罚款，还启动了风险管控程序，从即刻起冻结杂役峰所有对外采购权限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就算有钱，也买不到1粒米1两肉，哪怕是一根通厕所的竹签，统统禁售。那外面那些，这帮家伙一顿要吃多少？1天5000灵石，仓库的存货最多撑2天。要不把这狗卖了吧？我看它挺结实的，肉也多，应该能值点钱。别闹了，那是土狗，市面上顶多给2两碎银子。况且戒律堂盯着，谁敢买？那我种地还债行吗？种点萝卜白菜？来不及，3个月后咱们坟头草都2米高了。就没有别的办法搞到快钱吗？比如那种来钱快，
不用本金，只要力气大的活儿。有，不仅能搞到快钱，还能逼着沈之龟吐出来。还有一个地方，只要赢了就有大笔奖金，而且没人敢卡我们的脖子。咱们去打架，不为了名次，就为了抢钱。去抢钱？老四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那可是宗门大比，上去就是当沙包的，当沙包也比饿死强。大比的事先放，现在的关键是晚饭没米了，这几千张嘴等着吃饭。要是今晚断顿，外面那群刚被小师妹训好的妖兽，估计能把咱们房顶掀了。我去买，我就不信了，有钱还能花不出去。沈之龟能封锁采购流，难道还能把仿氏每家店的门都封上？没货！掌柜的，你睁眼说瞎话！后面架子上堆的冒尖的是渣子吗？那是丹顶阁预定的。戒律堂发了话，谁敢卖，就是协助违规。送客，不卖。丹顶阁包圆了。买不到，1粒米都买不到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小师妹，要不把妖兽放了吧？咱们凑合饿一顿还能顶住。不放！既然正规铺子不卖给我们东西，那咱们就去大自然里进点货。进货？那是禁地，里面有5阶蛟龙。那是蛟龙吗？我看那分明是行走的食材库和不要钱的肥料堆。师兄们把锅架好，水烧开。既然他们断了我们的粮道，那今晚咱们就吃点好的，补补身子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把这株九叶紫芝放进去？这可是还魂丹主药，市价3000灵石。放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想办法？那玩意儿有点苦，记得多放点辣压一压。紫芝3000，天星草500，5阶铁背熊里脊2000。这一锅汤底还没开，咱们就已经吃进去半条灵脉了。心痛吗？痛得无法呼吸。这顿吃完，资产直接缩水一半。那就多吃点，吃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，总比烂在地里或者被人抢走强。四师兄，吃饱了吗？饱了，撑得慌。饱了就开始算账吧，剩下的一半家庭还能撑3天，3天后要是还没钱没粮，咱们就只能去啃树皮了。唯一的活路在这里，5万上品灵石换算成下品就是500万，足够把罚单砸沈之正脸上。现在赔率1赔1万，只要敢下注，只要能赢。问题是谁去赢？那是大比，楚萧是筑基后期带4阶本命兽，丹对阁全是嗑药狂魔，剑修风更是疯子。我的傀儡只是用来盖房子的。我只会切菜。他们断粮罚款，觉得我们只配洗衣服做饭。既然没活路了，那就去把擂台砸了。干了！老子受够了看人脸色。好像确实也是一种食材处理方式。有些东西确实该缝起来了。要是把傀儡加上锯齿，咸淡适中，火候不错。想去就去，打输了别回来哭。要是打赢了，师傅给你们把那5万灵石翻倍，把所有家当理出来，能卖卖，能当当。我要去盘口下注，要么输光，要么让逍遥宗给咱们打工。四师兄，大比有规定武器类型吗？我能不能带锄头上去？规则没说禁止农具，你确定用这个？毕竟还要顺便给擂台松松土。让让，都让让！小师妹，待会儿报名费我来交，你只要负责按手印就行。记住，咱们这次是去赚钱的，别把报名店的桌子拍坏了，那是要赔钱的。知道了，师兄，我今天脾气很好的。姓名：所属风头，修为境界。江诺，杂役风，修为力气比较大。杂役风，走错地儿了吧？招勤杂工的在后山，这里是宗门大比报名处。赵执事，通融一下，宗规也没说杂役弟子不能参赛啊，以前不都有先例吗？那是以前，今年沈副堂主刚下的新规矩，凡杂役弟子参赛，必须持有封主亲笔签发的生死令。生死令那是核心真传弟子才需要的担保文书，我们只是报个名，哪需要这个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没有封主令就滚一边去，别挡着后面的人。这位师兄，意思是只要我有封主令就能报？对，不过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，你那个酒鬼师傅现在估计正抱着酒坛子做梦呢，哪有空管你们这些小杂役的死活？我看你们杂役风还是趁早解散算了，免得……这是折起令，那是当年沈……哎呀，师傅这酒壶质量真不错，还能变形。这算封主令吗？能不能报？能报，马上报。给您，多谢师兄。另外，这张桌子不用赔，是我们桌子质量不好，那是他自己碎的。那就好，毕竟我也没钱。
走了，四师兄，还得去买衣服呢。沈卓越，你果然还没死心。既然你要护着这个野丫头，那就别怪我按规矩办事了。去安排一下抽签，既然杂役风这么想出风头，那就给那个小丫头挑个最硬的对手，我要让她第一轮就被抬下来。买什么衣服？现在的零食必须花在刀刃上。来看一看，瞧一瞧，御兽门真传楚香夺冠热门，赔率1赔1.5，体修风大力金刚，今年黑马。找到了，达翼风江诺夺冠赔率1赔1万。师兄，这个赔率是什么意思？是说我赢了能赔人家1万块零食吗？那我不打了，咱赔不起。呸，童言不忌，意思是只要你拿了冠军，咱们压1块零食，庄家就得赔咱们1万块，1万倍啊，小师妹，这是把庄家的裤衩子都赔出来的节奏。那我们要是有10块零食，那就是10万。哟，这不是杂役风的穷鬼吗？怎么没钱吃饭来这儿碰运气？1000上品零食买我自己夺冠，另外再买500上品零食赌这丫头首轮游。楚师兄大气，杂役风这小丫头能过第一轮，我直播吃楚代。好嘞，楚受主买定离手。拿着破酒壶吓唬人算什么本事？上了擂台，看谁还护着你。到时候别怪我不怜香惜玉，毕竟我的灵兽最近饿得很。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直接给我？我可以配合你演一下输掉的，只要给1半就行。你做梦！那算了，四师兄，我们走吧，这地方太吵了，大黄想睡觉。不走。杂役风的第7，勉强能抵押个5万下品零食吧。我不止压这个，加上这些，凑个整10万下品零食，全部压杂役风江诺夺冠。疯了，真是穷疯了！钱无中，你这是要把杂役风最后一块遮销布输光啊！师兄，要是输了，我们住哪儿？小师妹，你听好了，师兄就带着锄头去把御兽门的地基给铲了，大不了咱们以后住山洞。行，那我挑个向阳的山洞。买定离手，杂役风压住江诺夺冠，10万下品零食。我就等着看你们陆续接头，别来求我赏狗洞钻。罗万军，人形工程锤金刚体修，完了，小丫头能不能留全尸都难说，这是虐杀。吃啊，你这蠢狗！不能浪费粮食，这都是地里的命。吃了，半个时辰神仙难救，准备撤退。大黄，大半夜不睡觉吧唧嘴干什么？又偷吃东西啦？肉味，谢谢啊！大半夜还来给我们家狗送夜宵，你是楚萧师兄派来的人吧？虽然他嘴巴毒，但人还怪好的嘞。下次别送这种油腻的了。大黄最近肠胃不好，得吃清淡点儿，记得放点葱花去腥。做好事不留名，城里人素质就是高。可惜跑太快了，本来还想送他2根黄瓜当回礼呢。你看，吃太急了吧？是不是撑着啦？这就去打水，喝完赶紧睡，明天早起去赛场占座。听说停车费老贵了，昨晚吃的肉包子上火了吧？来，这是我特意煮的消食水，喝了败败火。咦，排完毒果然精神多了，毛都顺了。看来那包子还是有点营养的，就是添加剂多了点。真浪费啊！下注了，下注了！最后机会，江诺夺冠1匹50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难道药是假的？还是那狗是个铁卫？闭嘴！没死就没死吧。既然毒药弄不死狗，那就让人在大庭广众下把你打成残废。小师妹，别怕，输了不要紧，姿势要帅，千万别把脸打肿了，还得留着见人呢。小丫头，你是走错地方了吧？这里是擂台，不是菜市场。我知道，我是来赚钱，哦不，比赛的。比赛就凭你？我看你是杂役风推出来送死的吧？赶紧下去，我不打女人和孩子，尤其是种地的。没事，我很抗造的，你尽管来，不用客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准备好了吗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这一撞可是连山壁都能撞塌的。这是什么变异品种？还能发光？在乡下游士伯打铁发光时，连空间裂缝都能捏合。这大个子硬度应该也不差。那个，你这层皮真的很硬吗？不会一碰就碎吧？找死！给我飞出去！别真给撞碎了吧？那赔率能让我把裤衩赔光？诶，这虫子壳还挺硬。墙上的坑叫用力太大，那是拆家。赢了，赢了，通杀！纯粹的力量无视防御，毫无灵力的废材怎么做到的？
一巴掌拍墙里了。下赛退钱，金刚峰怎么可能输给种地的？严查，一定是雷铁臂收黑钱配合演戏。他们在喊啥？什么是假赛？金刚峰收了多少黑钱？严查假赛。本座也怀疑此战有猫腻，绝无可能击溃圆满的铁修。江诺，本座怀疑你使用了某种违禁爆发丹药，或是藏了高阶魔道法宝。执法队何在？立刻把他带回戒律堂，搜身彻查。行了，大比期间，除了裁判，谁准许你戒律堂直接拿人的？宗主，此女胜得太过蹊跷，若不查明，难以服众。蹊跷？那一击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纯粹是力气大。怎么？我逍遥宗什么时候规定力气大也是违规了？可是，退下，比赛继续。谁再敢扰乱赛场秩序，直接扔去后山喂妖兽。黑幕，绝对是黑幕！下一场老子绝对不买他赢了。哎，就是。各位师兄师弟，大家说的对啊，这就是假赛。我小师妹就是个种地的，哪有这本事？这杂役峰的人怎么自己骂自己啊？的人都看穿了这是演戏，那下一场肯定演不下去了。金刚峰配合是为了钱，下一场的剑修傲高的很，绝对不会配合。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啊！趁着赔率还没变，赶紧买江诺下一场输，把刚才亏的成倍赚回来。有点意思，赢了比赛却利用信任危机反向收割资金池。这杂役峰的账房是个懂人心的高手。去，跟着那笔大资金，那个江诺可能真有点东西。吓死我了！没事的，小师妹，宗主发话了，没人敢动你。赵凌风，号称炼气期制空拳的剑修，30米高空放风筝那个，力气大，安排个飞天的，看你腿子能不能登上天抓人。飞云峰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的，那确实麻烦，锄头够不着啊。哎，二师姐，你那个纳鞋底的线团带了吗？第2轮第3场，杂役峰江诺对战飞地峰赵凌风。赵师兄好帅，专科笨重提手，村婆打不到人有什么用？杂役峰的小师妹，我劝你直接认还我。不下校，梯子我够不着你啊。下来，修相授各凭本事，够不着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飞上来。可是这是比武，你飞那么高，我也不能拿石头砸你吧？万一砸坏了还得赔。冥顽不灵，流云剑雨落。大黄，躲远点，别被扎到了。那是二师姐刚补的漂亮小云彩，你陪我补掉。刀剑无眼，怕死就滚下去。到了，卡死攻击距离，锄头没用。杂役峰要输了，纯力量最怕放风声，沈之龟安排的好。没用的，炼气蛮力怎能突破30米高空封锁？力道会衰减。这鸟飞得太高，得用探弓，不能再这么跑了，费鞋。不跑了，那就结束吧。给我趴下！喂，上面那个，你飞那么高不冷吗？那不是普通线，是天衣无缝线。下来聊聊吧。去！疯了吧？拿锄头硬汉巨剑！中了！给我下来吧你！这铁片有点软，还没我家的菜刀硬。放手！那是我的本命剑。四师兄，记得把这铁片赔偿算一下，是他先拿剑扎我衣服的。杂役峰江诺胜，掰得好，直接把赔率打崩了，力气翻了10倍。四师兄，那这算工伤不？刚才那铁片把我指甲崩了个小白点儿。算，给你买最好护手霜。剑修想赎回废铁，没10010免断。哟，这不是楚大少吗？怎么上一场还没输够？这次是来送决赛门票钱的。江诺，别得意忘形，之前的对手是废物，下一场你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这是你半决赛对手幻心魔。幻心魔，臭名昭著散修，看过他眼睛的人，重则神魂俱灭。小姑娘，你的灵魂味道很特别。恐惧吧，颤抖吧，这就是你的归宿。嚯，这味儿够正的。这么大排场，这是谁家过年杀猪呢？杀这么多。杀猪？对啊，你看那蹄多肥，还有那个，那是血肠吧？还没灌好就漏了，怪可惜的。这都是好东西啊。在俺们村，只有过年祭祖才舍得这么杀。哎，大个子，这些肉卖不卖？我出钱，给我师兄带回去灌香肠。我的直击恐惧尸山血海，在他的认知里等于过年杀猪。难道他内心渴望杀戮？不对，给我开！哎，怎么没了？我还没问价呢。你怎么吐血了？是不是刚才那肉不新鲜，吃坏肚子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是万无一失吗？还没上台，你怎么就走？快走！他不是凡人，这活我不接了，钱退给你，命要紧。四师兄，城里人都这么奇怪吗？来变个戏法，把自己变吐血了就跑，也不要赏钱。别得意，明天擂台上见。小师妹，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好多猪肉。四师兄，等拿到奖金，我们也杀头猪吧，我想吃杀猪菜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停手？楚少，听我一句劝，别惹他。为什么？
我刚才试图进入他的内心，制造恐惧，然后呢，进不去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他的精神世界是一片深渊。杂役风江诺对战散修幻魔魔，你的把柄全在我手上，敢不上台或放水，我把司徒魔修的事捅出去，让被追杀到天涯海角。我尽力。森罗万象开！是森罗炼狱，只要进了这片炼狱，大成期也会心神失守。凡人小村姑估计已经尿裤子。嚯，这城里的戏法确实有点东西。我就说嘛，要是真火，裁判早拎水桶来救了，全是假的，吓唬小孩呢。喂，对面的，别在那儿放烟了，呛鼻子！怎么可能无效？给我变！万鬼噬心！走开，走开！别挡道！那是地狱火海，那是索命恶鬼，你怎么都不害怕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掉下去！给我掉下去！这是连飞鸟都渡不过的绝灵深渊！我看你这次改画风了，刚才火海，现在改画深坑了。这3D 立体画画的还挺逼真。不可能，违反天道，不可能！赚了！这一拳把赔率彻底打崩了！只会蛮力的蠢货，决赛我会让你知道，在绝对底蕴前乡下把是多可笑。去准备。我要让那只土狗和他一起死在擂台上。怎么感觉有臭味？明日50总决赛，杂役风江诺对战御兽门楚萧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我是来帮你赢的人。废物，全宗都在看笑话。杂役风账房满世界收钱，脸丢尽了。那小村姑太邪门，毒无效，幻术无效。哼，老祖闭关前留下的分神符，封印元婴神念威压，明早上台召唤分神。我要你把那个女人碾成肉泥，连皮带骨找回面子。老祖符箓只能压制，杀不了他。想赢彻底，得让灵兽进化。中你的紫瞳云须透支100年兽迷克中返祖为上古凶兽血瞳魔师，代价是彻底废掉，甚至枯死。想想被那小村姑踩脚下的样子，想想明天被逐出师门，别怪我，怪那个女人。吃下兽血沸腾丹，人兽合一加老祖符箓，金丹修士也得被撕碎。江诺，明天我会把你一块块喂给他吃。杂役风藏着重宝，要么是上古神种，要么他掌握闻所未闻的种植秘术，能把普通灵草催生成神药。明日决赛，楚萧准备了杀招。蠢货，楚瑶只想杀人泄愤，我们要的是根。江诺死了，秘术岂不断了传承？传令，查清杂役风所有水土种子来源。那明日决赛不用管，我要断的是他的后路。大比一结束，立刻切断杂役风所有灵肥，通知外门执事，把通往杂役风的灵犀给我截断。早啊，小师妹。早，大黄，走啦。今天是个出门干活的好日子，就是这块地有点硬，地里的虫子有点大，需要稍微会用点力气罢了。出发。我以为你会吓得不敢来。听说赢了有5万灵石，我为什么不来？兽血沸腾丹，御兽擒禁药，楚萧疯了。恭请老祖显圣！作弊，请家长代打！裁判，你瞎了吗？不是单挑吗？怎么还能带爷爷上场的？无知小儿，见本座法身为何不跪？你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跪？你给压岁钱吗？牙尖嘴金，既然你不跪，那便碎了吧！死！这么大阵仗，这地基怕是要被你踩坏了。这地基打得也太差了，既然站不稳，那就把土翻一翻，踩实了再说。给我看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法器？不！千年玄铁混金刚严加90角阵法的重地被锄头挖塌了。土质疏松了，这下踩着踏实多了。喂，还打吗？他好像动不了了，这应该不算我破坏公品吧？是他先变那么大个手吓唬我的，我属于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紧急避险。这哪里是避险，这是拆迁。那个，我看他也不像能爬起来再打的样子，是不是可以判了？本届宗门大比决赛获胜者，杂役风江诺赢了。
那奖金什么时候发？给限零食还是银票？我不收欠条啊！这个需等颁奖典礼。且慢！你恶意损毁宗门重宝，破坏大比场地，按例取消成绩，赔偿所有损失。你说啥？这台子自己不结实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就轻轻刨了一下。轻轻一下，你这是挖宗门的根。那也是他埋得太浅，他便大手拍我，我不挖坑躲，难道站着让拍？这叫紧急避险，懂不懂法？强词夺理，维修费至少3万上品灵石，从你奖金扣，砸一封补齐。沈副堂主，账不能这么算。按大比章程第3卷第7条，擂台作为耗材，应能承受参赛者全力一击，导致损毁属主办方维护不当及质量问题。这是千年玄铁。千年玄铁怎么了？过期了吧？我家小师妹天生神力，你们允许参赛，就要做好擂台被打烂的准备。剑修砍断护栏赔钱吗？火修烧黑地板赔钱吗？凭什么力气大挖穿就要赔钱？这是职业歧视。你还没完呢！擂台崩塌时，我家小师妹受到极大惊吓，你看她现在的脸色多苍白。这种严重安全隐患，我要代表杂役风索赔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惊吓费、锄头磨损费打个折，赔5000上品灵石吧。我不打了，好黑，好多土，我要发芽了，我要开花了。沈之贵，此女手段残忍，毁我少主道心，必须严惩。哎呦，想起规则了，刚才他吃禁药怎么不喊停？请老祖以大欺小怎么不喊停？要不是我小师妹紧急避险，现在躺那里的就是他了。这叫正当防卫。不服可以请宗主评理，或者放留影石，让天下看看谁先玩不起。好一个杂役风，这笔账记下了，走。修台子的钱谁出啊？别赖账啊！奖金账号和赌盘分红一个子儿不能少。半个时辰不到账，我带整个杂役风去戒具堂上吊。以为只是力气大点的怪胎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座活着的神药库。查清杂役风所有水源和肥料，大比结束，立刻切断供应。既然他这么会种地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没有水和肥，他种出的神药最后到底姓什么？哎呀，这台子拆得真彻底，这一锄头正好切在地脉的郁结点上，不仅破了阵，还顺带帮地脉通了气，妙啊，真妙！宗主，那是祖师留下的护山阵眼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你就是那个，把御兽门连人带祖宗都种进地里的杂役风江诺。是我，先说好啊，台子坏了是质量问题，刚才都吵赢了，现在不能反悔，让我们赔钱。不让你赔，本座不仅不让你赔，还要重重赏你。这是逍遥令，见他如见宗主，拿着他除了禁地，宗门上下横着走。掺铜的，也不是纯金啊。宗主大叔，这玩意儿能得现吗？哪怕打个8折也行。有趣，太有趣了。沈卓越那个酒鬼到底是从哪儿把你捡回来的？牌子你拿着，钱我也给你。传本座法旨，免除杂役风此前欠戒律堂所有债务，另赐上品灵石1万，作为特殊人才引进费。谢谢宗主大叔，以后宗门要是还有这种拆迁，开荒的活儿，尽管找我，我有劲儿，自带工具。好说好说，以后宗门开荒就靠你了。恭喜江道友，鄙人陪酒算。裴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次大比盘口是我们杂役风自己坐庄，别想来分一杯羹。钱老弟见外了，江道友这样的人才，商盟愿出高价聘请江道友做特约顾问。这是5000上品灵石定金，只买江道友一个承诺。若日后有无法开启的硬土，请江道友出手松一松。好说好说，裴离氏慧眼识珠，只要价钱到位，别说松土，把山铲平了都行。那就不打扰各位庆祝，江道友来日方长。15000上品灵石，扣除报名费、茶水费、修饰费、冲教费、精神损失费，再扣30%公积金、20%风险转备金。四师兄，师妹，这叫财务规划。咱杂役风穷了这么多年，不得存点过冬粮？上一回你说存过冬粮，结果把自己存进赌房，被人扣下，是大师兄拿菜刀去赎回来的。那次赌房老板挺客气，说晚去一步就把老四切片涮肉。行，分。这5000拿去还钻律堂和高利贷，杂役风地契赎回来了。剩下的5000托小师妹福，一人分1000，剩下充公修缮，没意见吧？明天一早咱们进城消费，怎么样？足足花了500灵石，以后你吃饭都有面子。嫌不够大？等更有钱了，换个浴缸那么大的，让你躺进去吃。你的树窝铺了金箔，别不知足。师傅，喝一杯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有了钱是非就多。丹顶阁那个邱老头看人眼神从来不正经，他那种人记仇得很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
三师兄，你昨天没浇水吗？交了，开了云水渠闸门，放了2个时辰。土掩不了，因为水没了。小师妹，快来，出大事了！丹鼎轩打上门了，正好我去找他们要水。要什么水？发财了，人全是人，山门被堵死了，想学种地的。自从你把楚萧种进地里，咱们火了，外面全是哭着喊着学楚法的，光报名费就能收这个数。走，去看看，正好扩建养猪棚，缺几个挑大粪的。江师姐出来了，请收下我，我想学道种楚萧，愿交1半身家学那一锄头的风采。停，那不叫道种楚萧，就是个深耕翻土动作。想学种地我教，学打架找错地方了。江师姐在考验我们的悟性。别解释了，你随便露2手就把钱收了，不比种地来钱快？唉，行吧，演示入门基本功，种地第一步得有力气。这必定是万金神铁打造的重宝。你看，就是普通农具，锄头都拿不动，怎么种地？回去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阁主吩咐，只要土样水样，别被那只狗发现。乖乖，这是9叶紫芝，随便拔1颗，够买半个外门。别乱看，想死吗？宗主盯着，只能取样。这土不对劲，走。水渠干了，取不到想样，挖深点取底泥。大黄，死狗狗跑哪儿去了？那个土豪想看镇山神兽，带了1箱极品肉干。快走，这地方太邪门了。那是狗吗？刚才感觉在面对元婴交王。水渠已经干了，水闸关死，那片田撑不过3天。果然，温润如玉，内蕴乾坤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熙壤。这是无价之宝，他不是要水吗？传令，把所有通往杂役峰的水路、地下暗河全部截断，通知所有商铺，谁敢卖给杂役峰地滴水1两肥，以后别想从丹顶阁拿1颗丹药。怎么突然断流了？修仙界灵山也搞自然干旱，这也太娇气了！才断水半天就要死，不行，得找管水的人问问。谁？杂役峰的水停了，怎么回事？哟，这不是江师妹吗？水停了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正准备通知你们呢。通知什么？天灾呀！南荒大旱，宗门上游水位暴跌，为保证主峰长老和真禅修炼，开启枯水期应景预案。按规定，外门和杂役峰供水必须暂停。没办法，要顾全大局嘛。枯水期？那为什么通往御兽峰的水流得哗哗的？人家御兽峰交了灵水加急费，多少钱？每天5000灵石。500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嫌贵？要不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能给你放半个时辰的水。行，既然是天灾，我也不能让宗门为难。遇见旱井得去水源头看看，万一是有石头堵住了呢？我这锄头最擅长疏通管道。你要干什么？上游是宗门禁地和丹顶阁要员，没有手谕不得擅闯。去抗旱救灾要什么手谕？既然没水，我就去把水找出来。如果让我发现是有人堵住了水，那我就把它当石头挖了。哎呦！完了！快通知丹顶阁，那个疯女人往上游去了。小师妹，我听四师弟说水断了，就知道你会来这儿。上游有阵法封锁，你进不去。我带了破阵工具。师兄，可能有点麻烦。那个姓赵的说这是丹顶阁的地盘。丹顶阁又如何？只要是土木结构，就没有我拆不了的墙。就算是丹顶阁的墙挡了咱们的水，那也是违章建筑。这是穿山甲3号，这种阵法致命弱点在立地3尺阵眼，用高频震动切断回路，3息之内就能开门。住手！何人敢攻击丹顶阁要员？这不是江师妹吗？还有顾师弟，不在穷乡僻壤待着，跑这儿来搞破坏？水路不通，我们来修修。我是江诺，你们把水截断了，我的田干了。鄙人刘全，什么叫截断？我们是合理征用。水是天上下的，你们炼丹要水，我就不用喝水吃饭，这叫什么道理？这就是规矩。废话真多。既然你不开闸，我亲自开。来呀，打呀，往这儿打。师妹，别动！
怎么了？他没撒谎，这阵法核心串联了因果反噬突化器，一旦暴力破阵，瞬间记录攻击者灵力波动作为铁证。这是碰瓷阵。怎么不砸了？算你识相。故事帝眼力不错。这水你们用得完吗？用不完又怎样？多余的水擦地浇花，哪怕蒸发了，也是我们丹顶阁的事儿。懂了，师兄，收东西，我们走。师妹，真不管了，田里那些菜最多撑2天。谁说不管了？师兄，你刚才说那阵法是截取上游的水，对吧？设了个单向阀门。对，卡在灵河主脉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搞到水，他们就管不着。理论上是，但宗门水脉被瓜分完了，哪有无主的水？四师兄说过，只要灵石给够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。对了，师兄，把你那个钻头留着，等我把水买回来，咱们可能得在地下挖新管道。走地下，挖地道，专业领域啊！好嘞，师妹把心放肚里，这一片我熟。买水买肥，只要灵石到位，我让他们把洗澡水都给你省下来。师兄要买很多，够浇透3落地。老赵，来大生意了！哟，这不是财神爷钱四爷吗？买灵源真水多少要多少，腐殖灵土全包了。哎呦，钱四爷真是不巧，要是别的，哪怕天上星星也给您摘，但这水和土缺货。缺货？昨儿还看见你仓库运进几10桶灵水，客人预定的，出双倍。不行，3倍。这么多货说没就没，把我当傻子？四爷别为难我了，上面发话了，谁敢卖杂役风1滴水1把土，以后丹药份额全部取消。原来如此，换一家。四师兄，要不别动粗，这是生意场的账，我不信偌大坊市全是软骨头。掌柜，我想谈笔买卖。哎呀，手滑了。师妹，不能动手。好得很。邱鹤龄这老东西够狠，要把我们的根刨了。四师兄，走吧。去黑市。来不及了。丫头，这些东西神仙难救。丹顶阁主有令，若杂役风交出灵植秘方，由江诺立誓入丹顶阁为奴100年，丹顶阁立刻开闸放水，提供顶级灵肥。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滚！江师妹，我劝你识相，只要签了灵植归属契，供水恢复，还让你破格进丹顶阁内门做试药童子，求都求不来的福分。师兄，条款太苛刻了点，要不咱们谈谈分成？谈什么？看这些灵植，再过2个时辰，没水没肥，彻底废了。最后问你，签不签？四师兄，算一下，私闯私宅打残活该，考虑到是传令使，打断腿罚50灵石，没事儿，师兄出得起。你们敢？滚回去告诉邱鹤龄，杂役风的东西宁可烂在地里喂猪，也不给他一片叶子。好得很，你们等着，我要让你们跪着求我！我的千年铁木！这什么情况？是饿了。丫头，在禁区你怎么喂的？引黄泉碧落水，埋大黄抓的洪荒蚁种当肥料。那就对了，吃惯了蕴含狂暴本源的东西，现在喂温腾灵水灵肥，本来就消化不良，现在连温吞饭都断了，这就好比大千滚断了烟锁，它会发疯，本能掠夺周围生机。养了一群祖宗，凤凰火都吃，咱们这点灵力够吸几口？没用的，普通反水解不了毒瘾。3天，这片地会变成死地，甚至把杂役风吸成干尸。杂役风江诺私自驱逐传令弟子，冥顽不灵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日落前若不来丹顶阁，跪罪领责。完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这地没救了！完了！小师妹骂的对，对能当饭吃，就算现在舔穿秋和田的鞋底也没用了。只要看起来是活的，就是活的。物理输液，不行，里面是空的，我缝得住皮囊，缝不住命。胃口雕，压箱底的十全大补回魂汤。师兄是不是太补了？虚不受补是庸医的说法，只要火候到，石头都给你炖化了。
吃惯了禁区纯粹的混沌本源，你给婴儿喂烈酒，不烧死才怪。大黄，你干嘛？有用！大黄好狗，再来点儿！没了，憋了一上午的秀量。行了，别折腾了。偏方治标不治本，得用蕴含先天灵气，甚至带混沌属性的真水，比如瑶池圣水或龙族化龙潮水。去龙族？那是送外卖。村长的打工指南只有一个地方了，这里。小师妹，这是万兽山脉核心禁地碧落黄泉瀑布6阶妖兽寒潭礁的地盘，金丹长老都不敢进。大黄，6阶能不能吃？那就行，收拾东西，今晚出发。那是禁地，外面全是丹顶眼线和巡逻队，怎么出去？一来一回3天，庄稼等得起吗？庄稼等不起，我们也等不起。二师姐，你的线除了缝叶子，应该还能缝点别的吧？比如监控阵法的灵力流。缝嘴，我也很擅长。三师兄，机关屋能变成石头吗？石头给我太低级，我把它伪装成一座移动的茅厕，不对，假山，保证神识扫不出。大师兄，带上锅，今晚要是抓到那条泥鳅，咱们现场做水煮鱼。得令，待祖传乾坤炖肉鼎。三师兄，能不能把你大腿收一收？再挤下去，没出宗门我就要算工伤了。嘘，别吵，刚过去一对执法弟子，沈之龟把巡逻频次加了3倍，应该不远了。按村长爷爷标注，出大门往西800里，看到长得像馒头的山，中间那条缝就是。小师妹，那不叫馒头山，那是双煞峰，还有那个红圈。你确定村长爷爷写的是冰镇西瓜？对啊，水凉瓜甜。那是上古神文，翻译是极寒必死。碧落黄泉瀑布是核心禁区，水温冻裂元婴，里面那寒潭潭蛟宗见了都绕道走。小红，你怕冷吗？你看，有暖气，不怕。只要有水，不管是蛟还是泥鳅，只要它的洗澡水能救活庄稼，我就敢去养。他不给呢？抓回来给地苏土，刚好缺个浇水长工。到了，界剧堂巡逻队还有半炷香经过，二师姐，看你的了。只要是编织出来的，就有拆解的方法。快，只能维持10息。进了林子，监控阵法失效，但命也不归宗门管了。大吉大凶，怪了，卦象大凶。那回去，此局里透着诡异大负相，要么死无全尸，要么发横财。高风险高回报，意思是风险是我们的，回报可能是你的。什么人？深夜进万兽山脉，筑基也活不过2个时辰，死人没有身份。走。他们不敢进，外围深处夜间妖兽狩猎，每口呼吸都可能引来。别乱做标记，会激怒领地主人的。妖兽搬家了，嫌他尿骚吧？穿过野猪林，翻过猴子山，就到河了。那是铁背苍熊领地和狂暴魔猿峰，稍微尊重下霸主。哦，熊掌挺补的，成本核算好了，顺手带点土特产，能覆盖大补亏损。顺路抓点。有人，后面，气息阴冷，脚步虚朴，带浓重药味，不是戒律堂。和邱老头一样。丹顶阁来要命的，几个？3个，一个筑基后期，2个中期。专业追踪，距离不超5里，跑不掉。追踪法宝闻着火锅味来的，怎么办？师兄，记得刚才的三师兄说的铁背苍熊吗？记得。既然是霸主，领地意识强，半夜闯进他卧室放鞭炮，会怎样？借刀杀人。请君入瓮，带他们见地头蛇。刚好熊皮剥下做皮袄。师傅老寒腿怕冷，走，带路。进核心区了，这里动手，死了只以为被妖兽吃，没人怀疑丹顶阁。跟上，阁主要秘方，不给，就地格杀。小师妹离得太近了，5阶妖兽相当于元婴初期，打个喷嚏我就得散架。怕什么？他睡得香呢。我们在必经之路做个骏马。村里老人说抓野猪最好设套。那是野猪，咱们身后是筑基杀手，你这藤蔓什么龙藤？路边野草。以前大黄乱跑，我用这绊他，一绊一个准。这像古籍里的困龙藤。陷阱好了，四师兄，算盘借我，做个诱饵。不给点希望，他们怎么敢招惹熊？就在前面。找天然山洞当掩体，瓮中之鳖。除了厨子点蛮力，不足为虑。这气息腥味太重了。万兽山脉有腥味正常。钱不空的本命法宝，连法宝都来不及收，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好机会，封住洞口，逼出秘方。烈火掌，给我滚出来！铁背苍熊，5阶妖兽，这怎么会有怪物？跑！什么鬼东西？别费劲了，这是我捆大黄的绳子，你能挣断的话，大黄不要面子呀。抓几个杂役用血丹令，不过在核心区死了谁也查不出。启动绝户阵，哪怕烧光那片林子，我也要那个小村姑的尸体和他脑子里的东西。哼，想往生门跑，天真。哼，雕虫小技。顾村木匠活越来越糙，自爆符文化歪，浪费30%威力，拖住半炷香就够了。
半炷香够了。这锄头什么材质？估值绝对吓死人。普通农具，村头王铁钳打的，残次品没开刃，够陈砸核桃方便。跑得挺快呀，可惜此路不通，交出东西留全尸。你们是强盗团伙吗？前面抢劫的刚被熊大爷收了又来，这年头做生意这么卷。无知小辈死到临头嘴硬，结阵！小师妹小心！这么好的林子都被你们熏坏了。这什么妖法？言出法随还是风系神通？什么法？村里烧灶柴火湿了就得这么吹，不然熏眼睛。还要打劫吗？不打我走了，赶时间。到了，碧落黄泉瀑布。这水看着就有毒啊！这叫重水，富矿物质浇地最好。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前面绝地寒潭，后面天罗地网。蒋诺，这次我看你往哪儿吹！谁说我要跑了？我只是来打桶水，顺便叫我家亲戚起床吃夜宵。这是五阶巅峰！情报有误，快升空拉开距离！休狂，杀他去教主，解困守阵！小师妹疯了，五阶蛟龙狂暴状态，谁去谁死啊！快回来！撤什么？水就在前面，打完就走，谁有空跟他们玩过家家？去，一边玩去，别把水弄浑了。全是冰碴子，怎么喝？去，弄点干净的来。谢了啊，长虫。虽然丑了点，但吐水本事还行，比村口瓮泥巴的强。别蹭脏。搞定，水质不错，回去煮火锅肯定鲜。走吧。小师妹，这玩意儿是你亲戚？什么某亲戚？路过的。那里面有。小师妹别冲动，蛟龙都不敢住的绝对是大凶之地。见好就收，赶紧溜吧！哪有怪物，就是股霉味儿，通风不好。不能让他进去，丹火焚天扇，给我轰开！这畜生竟然护主到这种地步！鬼面台3阶毒草，碰皮肤就溃烂，小师妹小心！这地太滑了，也没人打扫一下。连蛟龙都当狗训，还怕什么毒草？传说中的不死木，延寿果的原种，3000年开花结果，凡人吃延寿100载，修士增500年寿元。九州早就绝迹，单种阁禁地只供奉半颗化石。带走，烂木扛回去当柴烧，也不能留给单种阁。绝迹，这不就是咱村口用来拴驴的烂木头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营养不良还能成果子，不容易。别动，神物有灵，直接摘损耗药性，得用玉盒，得焚香沐浴。干成石头了，带回去种厕所旁边肥力足，长出来炖汤应该有点嚼劲。延寿果种厕所炖汤，放到拍卖行能换半个逍遥宗啊！大黄住腿，那是神木，不可亵渎。是灵蚁，树是被虫蛀了，大黄的尿杀虫了。这哪里是狗尿，这是神仙水啊！这木质挺硬，带回去给三师兄做个板凳，做不坏。用不死木做板凳，坐上面猪都能飞升吧？那个老头还在外面吗？还在，且在叫人，单众阁高手在赶来，正好省得一个个找。走，回宗，给他们个大惊喜。带上破阵雷珠，炸平这个山头，哪怕夷为平地，不能让死丫头把东西带走。哟，这么多人啊！想要这个？给我抢！谁抢到赏灵石10万，杀！大黄得坐快车回去了，送我们一程。这葫芦里的水分你一口。7天了，长老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看那些不知道天高地逃的杂役，要么是厄晕在里面了。哼，方圆100里都被我封锁了，他们能逃到哪儿去？至于厄晕，他怎么追过来了？接阵，快接阵！这畜生来报仇了！快，渴死我了！我的菜啊，我的苗啊！出门一趟把你们饿瘦了，这就开饭。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坐着那条5阶蛟龙飞回来了，装神弄鬼。万寿口山脉的水源都被我看守着，你那葫芦里装的怕不是尿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是寒潭最深处的地脉灵乳，哪怕是元婴期修士都不敢轻易潜入潭底去取。你拿它来浇地？老头，你吵死了！怎么，你也渴了？
想喝自己去后面排队，大黄还没喝呢。太浪费了，江诺，你私闯禁地，这寒潭水乃万寿山脉圈共有，你私自开采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把这些赃物全部扣押，这是丹种阁的战略物资。这是我凭本事借来的水，那条长虫都同意了。我看你是找死！乖，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见识，好好长个儿。过2天拿你们蘸酱吃。老头子，水我有的是，地我也种活了。你要是想打架，我这锄头还没松完土。你要是想没收，你得先问问我的庄稼答不答应。好得很，江诺，你别得意，有些东西不是你一个杂役弟子有命享用的。咱们走着瞧。没钱了，罚款、修屋子、买路费，还倒欠伤亡3万。唉，邱老头发布单道封杀令，没人敢收咱们灵职，连食堂都不买菜，他想把货烂在咱们地里。他不让买，咱们不能自己卖。谁敢买？丹顶阁掌握丹药供应，谁买咱们的菜，以后就没丹药。这招连做够狠。那就不卖原材料，既然怕没丹药吃，咱们就卖能当丹药吃的菜呗。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感觉比师傅给的回气丹劲大，还没怪味儿。只要咱们的菜比他们的药好，还便宜，你说那些省1块零食去拼命的弟子，选命还是选钱？需要一个不怕丹丢阁的中间商，正好我的债主今天来催债。那咱们就……钱师弟，3万灵石债还不上了吧？不如把地抵押给商。裴老板尝尝自家种的，没打农药。小姑娘说笑，不骗人。这是刚地里拔的？地里多的是，大黄都不爱吃这口味。师兄师姐别被骗，丹顶阁新出回春丹，邱长老腌制，吃野菜毁道基。这汤怎么卖？第1天开业前10免费，请。谁要？比极品疗伤丹还强！再来10碗。给我1碗，我要买生萝卜，出双倍价钱，别挤我。江诺，你要玩绝的是吧？长老怎么办？药材卖不出，丹药没人买。既然是神药，说明是妖物所化。传令，通知所有长老明日随见宗主。宗主，杂役峰售卖未经淬炼的妖植，单独内运必成大患，还要纵容小妖女到何时？弟子们反应挺好，卡瓶颈的都突破了。那是透支生命，他何德何能打破丹道常识，立刻查封杂役峰？否则丹顶阁即日起无限期封炉。哟，挺热闹啊，这是集体要饭呢。小妖女，你用妖法催生草木乱天道，这不是妖物是什么？你自己种不出就说是妖法，我是施肥浇水正经种的。你们把好草药扔炉子烧成灰，搓泥丸子卖高价，那才叫暴殄天物。放肆，侮辱丹道！数据不骗人，商盟反馈，杂役峰产品无不良反应，吃了你们清心丹的好几个拉肚子，那是排毒。哦，拉肚子叫排毒，吃我们的萝卜突破境界叫回光返照。今日必须了断，要丹顶阁还是要这小妖女？她不除绝不复工。邱老头别逼宗主，不就怕抢生意吗？说大道理干什么？下个月9宗丹道大会，咱们比比。你去，你会炼丹，懂药理？不懂，但我懂种地，比比你炼的丹厉害，还是我种的原生态厉害？我输了，杂役峰解散。如果你输了，丹顶阁见我杂役峰绕道走，镇阁宝炉送我家大黄当饭光。好，既然找死，老夫成全你。宗主作证，既分胜负，也决生死。准了。邱鹤龄以除魔卫道名义发布丹阁绝杀令，赏多少？100万下品灵石加5品延寿丹。老东西掏老底了，真不想让你活到下个月。小师妹别怕，不是，我好歹是养活一峰人，种出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，这脑袋就值100万，才100万，看不起谁呢？江师妹，奉邱长老令通知一声，今日起暂停杂役峰一切灵芝肥料供应，包括灵土、兽骨粉、催生液。邱长老说了，既然想在丹道大会露脸，这点资源调配难不倒你们吧？没肥料破苗子不出3天死绝，赶紧去跪求。就这事儿，这还不够大，能不能吃上饭都是问题。大黄，送客！妈呀，妈呀！不识好歹，等饿死吧！刚好。这点金粉能给土松松吧？小师妹真麻烦了，我刚打听了一圈，黑市的灵肥都被丹灵阁高价收走了，要从根源焊死咱们。市面上买不到，一粒鸟屎都买不到，溢价3倍收购，谁敢卖咱们？那只能自力更生了。那是肥料，不是野菜，要有灵力的。咱们除了石头就是草，拿什么？小师妹，你不会想……在老家村长说过，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这可是纯天然、无公坏、高浓度顶级氮磷钾啊！四师兄愣着干嘛？去后山扫落叶，要腐烂差不多的。这就去。成了，这肥力绝对够劲儿。小师妹，咱们是种地还是灭门啊？这叫发酵的味道，是丰收的前奏。邱长老既然断了咱们的粮，那咱们就请他们闻闻这一山的香。这哪是肥料，这是金灿拉成精啊！我就说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增加。你看他们吃的多开心。小师妹，你在煮什么？为什么空气里有股让我想把昨天晚饭吐出来的味道？施肥啊，大师兄，你看长多好。施肥？你这是练绝世毒狗吧？这味道连护体罡气都防不住。那是大黄亲情赞助，肥力地道。杂役风江诺何在？有人举报违规排放毒气，危害宗门，还不速速开启大阵接受检查？你们这碰瓷？不，我觉得他是真的不行了。袭击戒律堂副堂主，这罪名坐实得赔多少钱？这体质太差，城里人娇气，闻点农家飞就晕，以后怎么下地干活？大黄打桶水来，先把人泼醒。咱们正经种地的，别真熏出好歹。谁暗算本座？大黄去打的水，热乎的。江诺，钱不空，公然释放毒气袭击副堂主，死罪！哎呦，沈堂主，什么毒气？那是搞农业生产的有机肥，施肥犯法吗？管这叫施肥，御兽峰护山神兽都口吐白沫了，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毒药！创收个屁！宗规320条，制造恶臭扰乱秩序罚5000，袭击执法人员罚1万，精神损伤误工费共23000下品灵石。现结，少一个子儿，封山头赶人。抢钱啊！怎么不去抢丹顶阁？我们这穷的耗子进门都得含着泪走，哪来的钱？没钱就交出地契。没钱，地契也没有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讲。这是刚才枯苗。都说了是施肥嘛，罚款还几天，不行拿这个抵。荒谬！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自家种的，没打药，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神肥头茬啊，一口得多少灵石？神肥头茬啊，一口得多少灵石？此物尚可，但不足以抵消罪过。但念初犯且有悔改表现，罚单算了，下不为例。明日送2根到戒律堂，本座要化验违禁成分。吓死了老小子识货，但便宜他了，2万灵石啊，一根卖5万。这茶长太快，大黄的肥料劲大，半天就熟透，吃不完再不收就老了。卖，品质碾压丹顶阁回春丹，卖给内门冤大头，绝对发财。丹顶阁阁封锁还在，采购部不收，任务亭不挂单，怎么卖？逼死我们！谁说非走正规渠道？他们不收，去摆地摊，东西好，怕没人抢。摆摊，好歹一峰之主，没钱饭都吃不起了，还要面子。大师兄，带锅和刀，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一点小小的美食震撼。就这儿了，风水宝地，背靠大树。卖铁锅的，那是杂役峰的人。10灵石一碗，穷疯了。今天总闻到穷酸味儿，原来杂役峰在此献艺。杂役峰经费紧张不治，沦落于此。大力萝卜汤充满乡野气息，想用凡人泔水赚同门血汗钱。邱执事买不起，去排队领救济，别当做生意。修行讲去无存精，吸天地灵气。这种充满杂质食物，吃一口郁结成毒，毁根基，倒贴钱也不该碰。刚出炉的回春丹，品质极佳，只卖100灵石。吃了疗伤经收行为，这才是修士该用的。我要1颗，给我留2颗。是。别急，火候还没到。什么味道？怎么可能？好香！汤好了，谁刚才说穷疯了的，麻烦让让，别耽误识货的人排队。雕虫小技，加了迷幻香料吧。真正灵丹哪有靠气味唬人？来路不明，谁敢喝？没人敢喝，可惜了，大师兄。第一锅火候正好，咱们分啦。我买，这铁路猎杀铁北狼灾了。
给我1碗。赵师弟想清楚。接着，身中剧毒，乱吃东西，毒气逆行，爆体而亡。别怪宗门没提醒。不是了，我就说是毒药，五脏六腑烧起来了。江诺公然售卖毒物，残害同门。我突破了，困了3年的瓶颈破了！真的假的？你是托吧？你才是托！老子现在能一拳打死牛！将士们，再来1碗！来10碗，打包！滚开！我先的，我出20零食。我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弟弟，给口汤吧。都排队。那个头伸进来的想把自己炖了，限口1碗，不许打包。那个没给钱想跑，大黄咬他。看来大家更喜欢乡野气息，回春丹留着自己补补吧。看您脸色不好，上火啦？好，很好，江师妹好手段，但逍遥宗有规矩，无证经营，扰乱市场，看你这摊子能摆多久。大师兄，收摊，回家数钱。今晚给大黄加鸡腿，刚才那嗓子吼得不错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刘管事就是他，公然售卖不明液体，聚众闹事，打压同门。好大的胆子！哪个疯的？懂不懂规矩？谁批准摆摊的？这位管事，我卖点早饭还需要特批，那边卖包子的也没挂牌子啊。哼，早饭，弟子喝了当场连破2级，这分明是药效极强的丹液。没错，宗门律法，售卖丹药需2品以上丹师资格证，在管事处备案交2成管理费，你有吗？我那是萝卜汤。还敢狡辩？无证经营，售卖不明药物，危害宗门，现查封摊位，没收非法所得，锅袋子通通交出来。趴下！还想放狗咬人，罪加一等，把狗抓回去人道处理。大师兄别动。行，我不摆了。违禁品钱充公。刚才零食是大家自愿给的食材费，不是药费。既然不能卖早饭，我回山头吃不犯法吧？太过分了吧！以后没得喝了。可惜啊，好吧，算你识相，以后别让我在交易区看到你，见一次砸一次。江师妹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有些生意不是谁都能做的。走吧。走吧，大师兄。你好，我是做木工的。小师妹，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不是卖到晚上吗？不卖了。被人赶了，要去缝了他们的嘴吗？不用，这里放灶台，这里放桌子，得搞个排队区。三师兄，把你的木头兜兜拿出来，我要建修真界最大的食堂。就在这儿，不需要太复杂，也不用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飞檐翘角，重点是大，一定要大。大多大？能装下1000人吃饭那种，还要通风好，光线足，最好进门就能看见后厨的大锅，让大家闻着味儿就走不动道。1000人，小师妹，咱全宗门加起来也就3000多号人，除去闭关的、外出历练的、地谷不吃饭的，撑死了1500。你这是要把整个逍遥宗都装进去？做生意要有前瞻性嘛。四师兄，这些钱当你入股，负责帮我算账和采购佐料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既然师妹这么有诚意，那师兄就勉为其难帮你管管账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亏了，这本金可不退。亏不了。三师兄，这是我画的设计图，你看看能不能做？方框是主体结构，圆腔是侧坐布局，波浪线，懂了，动线循环，全自动流转。这是机关食堂啊！我就画了个大棚子和几张桌子。没问题，半个时辰建好。起！去！上梁！这也是机关。适应不同种族，有的师兄体型大，有的小。绝了！三师兄，你这简直是人体工学大师啊！还没完。
传送带，自动上菜，这就是修仙界的工业流水线吗？是不是太狂了点儿？哼，做生意不狂，怎么让人记住？好，明天正式开业，招牌萝卜汤，定价10灵石。你疯了？50我都嫌亏本，大黄的肥料成本呢？四师兄，我们要的是流量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不来吃这一顿就是亏了1个亿。行，既然要玩大的，那就彻底点儿。万事俱备，只欠客源。哼。万界第一大食堂开业大酬宾，前3天半价。大师兄，这一手庖丁解牛用来切猪肉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四师兄，人来了吗？急什么？让香气再飘一会儿。欢迎光临万界第一大食堂，开业大酬宾，凭券半价。我要1份红烧肉，再加1碗汤。好嘞，红烧肉1份，汤1碗，收您20灵石。进去找座，等着。爽！这肉里有妖兽精血，没有单独，全是纯粹的气血之力。我要1份，我也要，我出原价给我打包。别急，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大师兄加速，30个添柴。哎，没货了，今日售罄。能不能再做点？我出双倍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明日请早。不去成本，净赚这个数。师兄，要不咱们也去尝尝？就说是去取证，言之有理。取证这种事，必须要深入内部，亲口品尝。10块灵石，他们这是在砸我的饭碗！别急，再急我就拔剑了。师兄，讲点道理，我昨晚就在这儿打地铺了。昨晚？我前天吃完就没走。四师兄，咱是不是定价太低了？低，这叫渗透定价法。等他们吃上瘾了，咱们再推至尊 VIP 套餐。是周通师兄，卡在炼气玩满30年的老倒霉蛋，听说他寿元将近，再不筑基就要老死了。1份红烧肉，听说这能补气血。3号桌。拼了！完了，吃死人了！我就说那肉有问题，劲儿太大了。孽畜，休想乱我道心！给我破！筑基了，卡了30年的瓶颈，吃了1盘肉就破了。恭喜突破！不过咱们得算算账，100年铁木桌1张，加上地板磨损费，晨会50灵石。多谢江师妹再造之恩，别说50，以后这条命就是杂一封的。只有这100块了，剩下的先欠着行吗？行，剩下的当预存。恭喜成为本店第1位会员。我也要吃肉，给我来10份，我要买断，双倍。谁在闹事，下一锅肉就由谁做。只是今天的回春丹还是没卖出去。听说那个周通吃了杂一封的1盘肉，筑基了。好得很。如果大家都去吃饭就能突破，谁还来买昂贵且又单独的破镜丹？这是在挖丹顶阁的根。去通知赵龙他们几个，既然他们喜欢开店，那就找几个人去给他们捧捧场。赵龙，是，弟子这就去办。吃饭，哼，明天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让开！店家，损毁公物照价赔偿，裂了3块砖，加上人购费10块灵石。听听，这小丫头片子跟我谈赔偿，给爷上一桌最好的席面。要是做的不好吃，爷拆了你这破店。钱师兄，恐吓食客破坏桌椅，扰乱经营秩序，初步估算赔偿金已涨到100灵石了。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店里的菜不干净，大家快看，识别虫！兄弟们，识别虫，给我砸！砸！等等，二阶腐骨虫，肉质柴，带微毒，口感苦。虽然我不介意加菜，但这种劣质食材能不能别往我们的精品菜里扔吗？会串味儿的。你找死！小心！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
不是斗兽场，没规矩。臭娘们儿，放开龙哥！受人指使是丹顶阁，别杀我！谁指使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赔偿。500灵石都给你。抹个零，刚好500。这店我照了，僵尸费再加2盘肉。废物！5个金丹修士去砸个只有杂役弟子的破店，居然被人像缝书包一样扔出来了。这不怪我们，那个绣花的女人太邪门了，可能是元婴期手段。光靠武力怕是不行了，去请戒律堂沈副堂主，就说有人私设堂口聚众斗殴，致使多名弟子重伤，这种毒瘤必须连根拔起。既然黑的不行，那就来白的。